朋友你好，欢迎回到深入历史。今晚我们来聊聊李白。我们每个人的学生时代都背过他的诗，我们记得他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义气，记得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洒脱，记得他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成了千百年来所有不肯向世俗低头的人最硬的风骨。我们总以为这个被贺知章称作谪仙人的男人生来就该是云端上的人，不食人间烟火，不受世俗牵绊，一壶酒，一把剑，一首诗，就把大唐的盛世风华写得淋漓尽致。可很少有人知道，写下这句狂放诗句的李白，前一天可能刚放下给权贵写的满是奉承的干谒信，那个喊着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男人，为了一份能走进朝堂的正经工作，低了一辈子的头，求了一辈子的人。他是名垂千古的诗仙，也是终其一生都被挡在大唐权力门外最痛苦的边缘人。他一辈子都在清高与卑微之间反复拉扯，一边写着最硬气的诗，一边说着最软的求人话，一边向往着管仲乐毅的治国伟业，一边只能被皇权当成写助兴诗句的弄臣。他的一生就像一场盛大的悖论，我们羡慕了他千年的潇洒，却没看懂他藏在诗里求而不得的人生困境。时间倒推回公元701年，大唐帝国的版图依然在向外扩张，西域的黄沙伴随着商队的驼铃吹进了一户姓李的人家。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和家族渊源，像是一团被刻意揉碎的迷雾。他的父亲叫李克，一个带着庞大财富行踪漂泊的富商。年幼的李白跟着家族长途跋涉，穿越风沙与关隘，最终定居在蜀地的绵州。蜀地湿润的空气和闭塞的盆地没能锁住这个少年惊人的才华。15岁那年，他已经通读了诸子百家，做出的词赋让当地的文人老朽抚须赞叹。在那个讲究门第和出身的年代，李家有的是堆积如山的铜钱和光彩照人的蜀锦。按理说，这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爽文开局，只要顺理成章地参加科举，凭他的才智踏入长安城的朝堂，金榜题名不过是探囊取物。但大唐的律法在这里落下了一道冰冷坚硬的铁幕。当时有一条残酷的规矩，像是一道无形的烙印，死死贴在李白家族的门楣上：工商之家不得遇于世。简而言之，商人的子弟连走进考场报名参加科举的资格都没有。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职业偏见，这是一道犹如天堑的阶级鸿沟。在大唐的社会鄙视链里，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末位，法律甚至明文规定商人不能骑马，不得穿着锦绣衣物。哪怕你富可敌国，在握有权力的士大夫眼里，也不过是随时可以拿捏的底层。我们可以想象，在某一个初春的清晨，绵州的雾气还没散去，青石板路上沾着露水，年轻的李白站在书院外，看着那些才华远不如自己的同窗好友意气风发地收拾行囊，准备踏上前往长安赶考的官道。他们高声谈论着经世致用，谈论着庙堂之高，憧憬着未来的大好前程。而李白只能站在阴影里，手里握着旁人看不懂的经世才华，眼睁睁看着那扇通往帝国权力中心的大门在自己面前重重关上，且不留一丝缝隙。这是一种撕裂灵魂的痛楚。他的胸腔里跳动着一颗自诩为管仲、诸葛亮的心脏，渴望着深管燕之谈，谋帝王之术。可他的户籍档案上却写着两个让他感到屈辱的字：商贾。他连一张进入考场的准考证都拿不到。面对这种制度性的绝望，普通人或许会认命，顺从父辈的安排，回去继承家业，做一个富甲一方、闷声发财的员外。但他是李白，一种狂暴的焦躁与不甘开始在他的骨血里横冲直撞。既然大唐的体制不给他留正门，他就要用最引人注目的方式强行砸开一扇窗。
于是蜀地的山林间少了一个安静读书的富家公子，多了一个提剑任侠的狂徒。他开始刻意避开儒家的经典，转而钻研纵横术，结交三教九流。他苦练剑术，15好剑术，遍干诸侯。他甚至沾染鲜血，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他用酒精麻痹神经，用散尽千金的豪举来彰显自己对财富的不屑一顾。后世有太多人被他诗句里10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潇洒迷住了双眼，以为那就是仙风道骨。但如果我们去凝视他年少时的狂放，你看到的不会是飘逸，而是一种悲凉的应激反应。他太害怕被这个时代看清了，他越是处于阶级的底层，就越是要表现出对权贵的蔑视；他越是无法通过正规途径做官，就越是要摆出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高明姿态。那把终日佩戴在腰间沉甸甸的长剑，那壶永远喝不完的浓烈土酒，其实都是一个自卑且骄傲的灵魂为自己穿上的厚重铠甲。他要用这种张牙舞爪的方式向整个大唐宣告：我李白不是凡夫俗子，我不稀罕你们的科举，我要用我自己的名声逼着长安城的皇帝老儿亲自下诏请我出山。公元725年，24岁的李白站在长江边，巴蜀的群山已经被他远远甩在身后，江风吹鼓了他的衣袖，他的行囊里装满了家族倾尽所有资助的30万金巨款，以及一颗滚烫迫切渴望被帝国接纳的野心。他没有官府的录引，没有科考的凭证，只能凭借一种近乎堂吉诃德式的莽撞顺江而下，一头扎进那个等级森严、盘根错节的名利场。江水拍打着船舷，发出沉闷的回响。第一轮残酷的社会毒打正在前方的迷雾中安静地等待着这个异想天开的年轻人。但他并不知道，这条被后人铺满浪漫花瓣的漫游之路，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有一个充满卑微与心酸的名字——干叶。所谓干叶，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带着自己精心包装的简历，去各路达官显贵家门口扫楼、海投，祈求上位者的赏识与内推。对于大唐那些出身高门的士子来说，干叶是锦上添花，但对于连科考资格都没有的李白而言，这是他跨越阶级壁垒的唯一救命稻草。李白来到了当时帝国的经济中心扬州，一个腰缠万贯、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来到花花世界。他采取的求职策略是今天看来都令人啧舌的散金劫客。他在扬州城里最好的酒楼包下场子，广结天下名士、地方官僚，甚至是三教九流。只要你愿意来听我李白念诗，所有的单我全买了。不到1年，散金30余万，这笔在寻常人家足以安度一生的巨款被他挥洒殆尽。后世读到这段历史，总会赞叹诗仙视金钱如粪土的豪迈。可是深夜里拨开这层豪迈的外衣，你闻到的只有一种深切的焦虑。他为什么要疯狂地砸钱？因为他深知自己商贾之子的身份上不了台面，他急需在这个看重门第的圈子里刷出存在感。他试图用惊人的财富和一场接一场的酒局，强行买下一张进入上流社会的门票。他天真的以为，只要大家喝了我的酒，称赞了我的才华，那些手握大权的长辈们就会在朝廷里为我美言几句，给我谋个一官半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最狠的一记耳光。公元726年的扬州下了一场阴冷的秋雨，李白病倒了，病得很重。此时那些曾在酒桌上与他称兄道弟、白吃白喝的名流雅士们，就像扬州城头的晨雾一样散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个人来探望他，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个身份低微的商人之子写一封举荐信。大唐的权力场是极其现实的，达官贵人们不傻，他们乐于把李白当成一个出手阔绰的土豪，一个酒局上调节气氛的才子，但要让他们拿自己的政治声誉去担保一个没有背景的编外人员，做梦。
这场大病不仅摧残了李白的身体，更狠狠撕碎了他那层骄傲的伪装。孤零零地躺在客栈的冷榻上，听着窗外的秋雨，那个不可一世的年轻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体制那堵高墙的冰冷与坚硬。他引以为傲的才华，在森严的阶级壁垒面前竟然一文不值。带着满身的疲惫、破碎的自尊和见底的钱包，李白拖着病体离开了扬州，一路流浪。公元727年，命运将他推到了湖北安陆。在这里，他面临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沉重的一次妥协。安陆有一户人家看中了他，那是前朝宰相许御师的孙女。许家虽然大不如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宰相门第的政治遗产和人脉网络依然盘根错节，能与这样的高门大户联姻，对李白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但这份婚姻有一个苛刻的前提条件，他必须入赘。在传统社会的伦理纲常中，赘婿的地位是何等低下。那意味着你要倒插门，要依附于妻子的家族，要在岳父面前低声下气，甚至在某些朝代，赘婿的地位只比罪犯和奴隶高一点点。我们可以停下来，在这里想象一下李白当时的内心挣扎。他是一个狂人啊，让他放弃男性的尊严，像个附属品一样寄居在别人的屋檐下，看人脸色度日，这比杀了他还要难受。但他最终还是点头了。他在安陆白兆山下的许家大院里低下了那颗高傲的头颅，成了一名赘婿。为什么？因为入仕的执念已经将他逼到了墙角。那扇通往长安的正门锁死了，扬州砸钱走后门的路也堵死了。现在许家这棵大树是他唯一能抓住的政治跳板。他试图用婚姻作为一场豪赌，用自己的尊严去交换许家那张通往大唐权力核心的关系网。安陆的岁月表面上是安逸的，庭院深深，妻子温婉，他还在这里迎来了自己的一双儿女。但这10年也是李白内心被撕扯得最鲜血淋漓的10年。当夜幕降临，当安陆的月光照在白兆山上，那个被压抑到极致的灵魂才会借着烈酒苏醒。他在醉梦中挥毫泼墨，写下那些狂傲的不可一世的诗篇。他越是在现实的求职中遭遇白眼，越是在岳家的大院里感到寄人篱下的憋屈，他在诗里就越要化作仙人，越要俯视众生。这根本不是什么谪仙人的洒脱，这是一个被仕途失意反复搓磨的边缘人，在现实的泥沼中无法呼吸时，为自己虚构出的一片精神供养舱。但大唐的政治中心在遥远的北方，安陆只是一个远离权力风暴眼的暂居地。李白很清楚，许家的庇护只能给他一个体面的身份，却给不了他真正踏入朝堂的机会。如果自己真的在这个温柔乡里沉沦下去，他商贾之子的身份将永远无法洗刷，他谋帝王之术的抱负将彻底沦为一个笑话。于是在安陆蛰伏的第3年，他做了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定，独自奔赴长安，去帝国的权力心脏再闯一次。初冬的碎雪落在长安城宽阔的朱雀大街上，李白混迹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仰望着大明宫金碧辉煌的飞檐。这座城市太庞大了，庞大到足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吞噬任何一个异乡人的野心。他将安陆的压抑抛在脑后，满心以为凭借着许家门第的背书，加上自己在江湖上积累的诗名，只要带着诗稿叩开几扇朱门，就能平步青云。但他低估了帝国中枢的傲慢，也错估了长安城的政治生态。在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天才，最不值钱的也是才华。一封封精心修饰的干叶信如石沉大海，那些在地方上被奉为神明的诗句，到了宰相府的门房手里，甚至换不来一个通报的眼神。大唐的阶级壁垒在天子脚下显得愈发森严。朝堂上的紫衣大员们忙着党同伐异，瓜分权力，谁会有闲情雅致去向皇帝举荐一个没有背景、没有科举出身，
甚至档案里还带着商贾原罪的异乡狂声。长安的物价很高，白居易后来感叹长安居大不易，李白此时已经深有体会。客居岁月的冷眼与囊中羞涩的窘迫，迅速剥落了他身上的仙气。他在长安的市井与权贵府邸间辗转了近1年，受尽了冷遇与白眼，最终还是没能叩开任何一扇通往权力核心的大门，只能像一只斗败的孤雁，灰溜溜地离开了这座吃人的都城。第一次长安之行以一种令人难堪的溃败告终。铩羽而归的李白重新回到了安陆的许家大院。这次长安之败没有浇灭他心中的执念，反而让他更加清楚，仅凭地方权贵的举荐根本无法撼动帝国中枢的阶级壁垒。可他没有退路，只能咬着牙继续在干叶的路上走下去。后来他开始了一场长达数年的自我包装与经营。他不再像初出茅庐时那样盲目地在酒楼里撒钱，而是频繁地结交当时最著名的道士，跟着他们去深山老林里采药、炼丹、续起长须，换上飘逸的道袍，在名流聚会的场合里，刻意展现出一种视世俗如无物，随时准备乘风归去的仙风道骨。他要给自己贴上一个谁也无法轻易剥下的标签——仙。这其实是一种无比心酸的心理防御机制。既然大唐的体制因为我的出身而鄙视我，那我就干脆跳出这个体制的评价体系。我不是考不上科举的商人儿子，我是被贬下凡间的仙人。你们凡人的那些考试、那些规矩根本不配用来衡量我。他用这种看似高维度的精神胜利法，巧妙地掩盖了自己在现实履历上的致命硬伤。或许在最初，他只是想借此打造人设，但在后来无数次的碰壁中，那虚无缥缈的仙山竟也成了他伤痕累累的灵魂唯一能短暂喘息的真实避难所。但仙人终究是要吃饭的，更何况是一个迫切渴望做官的仙人。34岁的李白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提拔年轻人，便提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与韩荆州书》。后世读这篇文字，总觉得文采飞扬，气势磅礴。可若是你带入一个中年打工人的视角去逐字品读，字里行间渗出的全是令人窒息的卑微。在那封信里，他开篇就写：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这辈子都不指望当什么大官了，只要能让韩大人您看我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为了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他把对方捧上了云端，把自己踩进了泥里。他甚至在信中极其详细地列出了自己所有的优点，恳求对方能像古代贤臣对待人才那样，给自己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想象一下那个深夜的画面，油灯下，李白一遍遍地修改着措辞，搜肠刮肚地寻找最华丽、最恭敬的词汇，去讨好一个可能连他诗作都看不懂的官僚。每一次落笔都是对他那高贵灵魂的一次凌迟。他把写好的信笺小心翼翼地折叠好，托人送进那扇高不可攀的朱门，然后就是漫长的令人煎熬的等待。而大多数时候，等来的只有如泥牛入海般的死寂。韩朝宗并没有回信，大唐的权贵们依然只把他当成一个文笔不错、喜欢说大话的狂生。当白天的求职接连碰壁，当权贵的冷眼将他的尊严寸寸割裂，夜幕降临时的李白只能转向酒精和诗歌，寻求最后的庇护。只有在醉倒在白兆山的月光下时，那个被压抑到变形的灵魂才会彻底爆发。在现实里失意的他，在诗里却成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骨。在现实中连个小吏都当不上的他，在诗里却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李白虚伪，这种清高与卑微的极限拉扯，是一个被主流世界隔绝的边缘人为了不让自己发疯而必须抓住的救命稻草。他的狂傲其实是一层厚厚的结痂，
包裹着里面那个因为不断被拒绝而鲜血淋漓的脆弱的自我。如果连在诗歌里都不能做回那个不可一世的天才，他在这冰冷的现实中1秒钟都活不下去。时间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满怀希望与一次次的黯然神伤中流逝。公元738年左右，一个噩耗打破了安陆的平静。他的妻子许氏因病去世了，那座庇护了他10年，同时也囚禁了他10年的豪门大院，突然间失去了温度。李白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一个锚点。更现实的是，失去了许家女婿这个身份的掩护，他在安陆的政治跳板也随之彻底断裂。许氏走后，他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辗转于安陆、襄阳之间，一次次叩响当地权贵的府门，却一次次被拒之门外。曾经靠着许家门第换来的体面，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他看着身边的儿女，看着自己空空的行囊，看着依旧紧闭的仕途大门。年近40的男人，第一次在深夜的酒桌前对着一轮孤月红了眼眶。此时的李白已经接近40岁了。在那个平均寿命并不长的时代，40岁意味着青春已逝，意味着留给建功立业的时间沙漏已经漏掉了一大半。他不再是那个仗剑去国、满眼星辰的少年，他变成了一个眼角爬上皱纹、行囊依旧空空，在求职路上碰了10几年壁的中年人。中年危机像一头悄无声息的野兽，扼住了他的咽喉。他必须离开安陆，他不能再等了。他把年幼的儿女托付给山东的亲戚，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白兆山上的孤坟，重新整理好那个叫做谪仙的人设面具。这一次，他彻底放弃了对世俗官僚的幻想，把目光死死锁定了大唐另一条隐秘的升迁通道——中南捷径，以及那条能够凌驾于百官之上的力量——神权与皇权的结合体。大唐的统治者李氏家族为了抬高自己的皇权合法性，认了老子李耳为祖宗，道教因此被尊为国教。当时的皇帝唐玄宗对道教有着近乎狂热的痴迷。在科举之外，朝廷会不定期地征召那些隐居名山、名满天下的道士或高士入朝为官。只要你的名气大到能让皇帝的好奇心越过千山万水，你就能绕过所有繁琐的行政审查，一步登天。接下来的几年，李白将所有的精力、才华与人情世故都投入到了大唐最高级别的道教朋友圈的经营中。他不再去理会那些世俗的州县长官，而是将目光锁定了2个人，当时名震天下的道教领袖吴云，以及唐玄宗最宠爱的亲妹妹玉真公主。结交公主，这不仅需要才华，更需要极其精妙的算计与自我包装。李白来到了玉真公主修道的终南山别馆，他没有像过去对待韩朝宗那样直接递交卑微的求职信，而是写下了空灵缥缈的玉真仙人词。他在诗里把公主描绘成9天玄女，字字句句不提求官，却字字句句都在展示自己这块璞玉脱俗的价值。在贺知章等人的推波助澜下，李白的名字连同他那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设，终于跨越了宰相府的高墙，如愿以偿地飘进了大明宫，飘到了大唐最高统治者唐玄宗的耳朵里。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回响。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南陵今安徽境内街头的宁静。朝廷的传召使者手捧皇陵，带来了唐玄宗的旨意，赐金帛，征召李白入京。此时的李白已经42岁了，他的眼角已经有了深深的沟壑，鬓发也染上了风霜。起初的几秒钟可能是难以置信的错愕，紧接着一种狂暴的喜悦从他的眼底炸开，如洪流般迅速蔓延至全身。那些平时对他冷嘲热讽、视他为无业游民的地方小吏与乡绅，此刻全都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脸，恭敬地围拢过来向他道贺。42年，从蜀中那个连准考证都拿不到的富家子，到扬州城里散金劫客
却无人问津的失意人，从安陆豪门里仰人鼻息的赘婿，再到长安街头求告无门的异乡人，他咽下了太多的屈辱，装了太久的疯癫。他用尽了半生的力气去撞击那扇阶级的大门，撞得头破血流。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门竟然从里面打开了。他冲回居所，面对着那个平日里总是抱怨他不务正业，只会喝酒做梦的刘氏，脱口而出那句被后世无数青年奉为洒脱圭臬的千古名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很多人把这句诗读成了仙气飘飘，但今天我们再贴近这行文字，你会听到这大笑声中令人心酸的癫狂与失态。这哪里是看透世俗的仙人，这分明是一个压抑了半辈子的底层打工人，在遭遇无数次职场霸凌和简历拒收后，如犯尽中举般的歇斯底里。他在对谁笑？他在对那个禁止商人子弟科考的冰冷体制笑，对那些曾经轻视他，把他的干叶信随手扔进废纸篓的权贵笑，更是在对过去那个卑微惶恐，不得不戴着面具四处求人的自己笑。我辈岂是蓬蒿人，短短7个字宣泄了他最深沉的骄傲，却也埋下了他人生中最致命的悲剧伏笔。他太天真了，他以为皇帝的那张诏书是对他治国理政能力的认可，他以为自己终于洗刷了体制外的原罪，终于可以像他偶像管仲、晏婴那样，站在权力的中枢去挥斥方遒，匡扶天下。他以为自己赢了，彻底征服了这个傲慢的帝国。可惜，这只是一个对盛唐皇权博弈的残酷性预估不足的文人最宏大也最凄凉的幻觉。他并不知道，在那座名为长安的巨大金笼子里，大唐的皇帝确实为他敞开了大门，但给他预留的宫位从来都不是宰相的衙署，而是一根用来点缀太平盛世的镶着金边的漆木。他兴冲冲地奔向他心中的政治乌托邦，却不知自己正一头栽进一个最华丽的娱乐场。历史在这里为他安排了一场华丽到近乎眩晕的出场。当时的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着一个空前绝后、繁花似锦的庞大帝国。当这位天底下最有权势的男人看到李白时，他做出了一个让满朝文武都倒吸一口凉气的举动，将辇步迎。皇帝走下高高的步辇，亲自迎向这个连科举准考证都没拿过的一介布衣。不仅如此，玄宗还赐他在七宝床上休息，甚至亲手为他调和羹汤。这是一种何等令人窒息的恩宠！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这种待遇足以让任何一个读书人粉身碎骨以报君恩。当时的李白被这种巨大的荣誉感包裹着，他的灵魂几乎要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一定在脑海里疯狂地打草稿，思考着如何展现自己胸中那酝酿了40年的管晏之术。他满心欢喜地等待着皇帝交给他一块宰相的印绶，或者至少是一部尚书的官印。然后唐玄宗微笑着赐给了他一个头衔——翰林供奉。这4个字听起来清贵风雅，却成了李白一生中最冷酷的判决书。什么是翰林供奉？在大唐中前期的官僚体系里，此时的翰林院并非后世手握实权的中枢秘书机构，更像是皇帝的私人侍从院。除了齐代诏、华代诏、伊代诏等身怀绝技的侍从，文学代诏也在此当值。虽有应对顾问、草拟文告的官方身份，却无固定的参政决策职权，从未真正进入大唐的权力核心。李白作为当时全国最顶流的诗人，被玄宗安插进了这个编制里。玄宗不需要李白去治国，当时的天下太平到了极点，朝堂上有李林甫这样的宰相在处理政务。玄宗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用最华丽的辞藻来为这个烈火烹油的盛世点缀太平，谱写背景音乐的首席文学弄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种巨大的心理落差。每天清晨，李白穿着御赐的锦缎，整理好衣冠，
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太监传来议政的口谕，但一次都没有。那些真正掌握大唐命脉的紫衣高官们从他门前匆匆走过，去往政事堂开会，看向他的眼神里多半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鄙夷。他们是正途科举出身的官僚，而李白不过是皇帝花钱养的一只会唱歌的金丝雀。而每当太监的脚步声真正在他门外响起时，带来的旨意永远是：陛下在沉香亭赏花，命你速去作诗；陛下在太液池泛舟，命你速去填词；陛下新得了一匹好马，命你写一篇赋来夸赞。第二年的春天，这种撕裂感在沉香亭前达到了顶峰，那是长安城最美的季节，名贵的牡丹花开得如同燃烧的云霞。唐玄宗与杨贵妃正在赏花，宫廷乐队准备演奏旧曲。玄宗觉得旧曲子配不上眼前的国色天香，便下令去叫李白。太监们在长安城的酒肆里找到了烂醉如泥的李白，半拖半抱地把他弄进宫，用冷水泼在脸上让他清醒。李白睁开惺忪的醉眼，看着眼前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看着高高在上的天子与美人，他被塞进一支浸满浓墨的毛笔，被要求立刻写出赞美这片春光的文字。他提笔挥毫，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音乐响起，贵妃浅笑，玄宗大悦。所有人都沉浸在诗仙带来的绝美意境中，没有人注意到那个握着毛笔的中年男人内心早已碎成了一地齑粉。那是他才华的巅峰，却也是他尊严的谷底。他是在用自己渴望治国平天下的旷世才情，去给皇帝的女人写一首毫无灵魂的硬质诗。每一次落笔都是对他毕生理想的一次背叛。他成了被摆在大明宫最显眼位置的御用笔，只要皇帝递来一枚名为恩宠的令牌，他就必须交出一篇传世的名篇。当理想的滤镜彻底破碎，理想落空的愤懑便如海啸般吞没了他。李白开始失控了。我们常在史书里看到他在这一时期的狂。他经常在长安街头喝得酩酊大醉，连皇帝下诏都不理睬，自称是酒中仙。他甚至在宫廷宴会上借着酒劲，让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高力士为他脱靴，让杨贵妃为他捧宴。千百年来，人们为这种藐视权贵的姿态拍案叫绝。但在此时，我们不妨问一句：一个为了做官曾经在安陆苦苦哀求地方长官10年的人，怎么到了权力真正的核心，反而变得如此不知死活？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洒脱，这是一种充满绝望的玉石俱焚的自我放逐。李白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他清楚高力士在皇帝心中的分量。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已经在这个名为翰林院的牢笼里窒息了。他发现自己哪怕拼尽全力，也无法跨越那道隐形的阶级屏障，从一个弄臣变成一个能参与国政的臣子。但他又太骄傲，他不甘心主动承认自己这半生的追求是一场空梦。于是他采用了最激烈的心理防御机制。既然我无法融入你们这个肮脏腐朽的权力游戏，那我就把桌子掀了。他用发酒疯、得罪同僚、羞辱权阉的方式，疯狂地破坏着自己在朝廷里的人际关系。他像一只被拔光了羽毛的鹰，被关在黄金打造的笼子里，只能用拼命撞击铁栏杆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还有野性。那只帮他脱下的靴子并没有踩碎大唐的强权，反而成了加速他毁灭的催化剂。高力士的谗言，同僚们的排挤，以及唐玄宗对这个逐渐变得不受控制的御用笔的厌倦，开始在暗中汇聚成一张巨大的网。长安城的风渐渐变冷了，大明宫的门缝里透出了一丝驱逐的寒意。这场为期不到2年的虚幻美梦，即将迎来它最难堪的醒来时刻。公元744年的初夏，那道悬在头顶的铡刀终于以一种大唐特有的体面且残忍的方式落下了。历史给这个难堪的结局留下了一个看似温柔的词汇，
赐金放还。皇帝展现了天子的高高在上与宽宏大量，赐给他一大笔丰厚的遣散费，然后礼貌地请他离开大明宫。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或许是拿了巨额赔偿金提前退休的喜剧，但对于李白而言，这是一种剥皮抽筋般的羞辱。这笔金子就像是一面冰冷的镜子，明晃晃地照出了他在最高统治者心中的真实标价。原来你的满腹经纶，你的赤胆忠心，你以为能拯救苍生的治国宏图，都是可以用黄金一次性买断，然后像丢弃一件过时摆件那样随手抛弃的。44岁的李白背着那袋沉甸甸的赏金，孤独地走出了长安城的金光门。他驻足回望，大明宫的琉璃瓦在夕阳下依旧闪耀着刺目的光芒，但那扇曾让他魂牵梦绕的大门已经在他背后轰然闭合，不留一丝缝隙。24岁那年，仗剑出蜀时的满腔狂热，安禄10年屈身为赘婿的卑微隐忍，终南山下费尽心机的自我包装，都在这一刻化作了长安街头的尘埃。一场酝酿了半生的中年危机，犹如突如其来的雪崩，将他仅存的骄傲死死掩埋。离开长安的路上，他看着沿途的荒野，写下了那句充满绝望与窒息感的诗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带着满身的疲惫与碎裂的政治理想，李白向东流浪，漫无目的地来到了洛阳。在这里，命运为他安排了一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相遇。33岁的杜甫像一个怀揣梦想的狂热信徒，见到了他心中如神明一般的偶像。后世的文人总是把李杜相逢描绘得光芒万丈，如同日月交辉，但在那个真实的洛阳之秋，这两人之间的心理温差却隔着一片无法逾越的冰海。在杜甫清澈又满是仰慕的眼睛里，李白是谪仙下凡，是盛唐诗歌的无上巅峰。他心甘情愿地跟在李白身后，满怀激情为他写下了那句千古名句：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可李白呢，他表面上依旧拉着杜甫和另一位诗人高适，在梁宋的荒野上呼鹰走狗，痛饮狂歌，维持着那个不可一世的仙人面具。但在狂欢的间隙，当秋夜的风吹冷了残存的篝火，那个卸下伪装的李白内心该是何等的千疮百孔。杜甫越是崇拜他那视权贵如草芥的洒脱，李白咽下的苦水就越是刺喉。他无法向这个天真的小友诉说自己刚刚在长安经历了一场怎样的职场冷暴力，他更无法承认自己根本不想当什么餐风饮露的仙人。他做梦都想穿上那身代表世俗权力的紫袍，甚至在3人同游的日子里，他还曾偷偷托人向曾经轻视过他的朝中显贵递去诗稿，盼着能有一丝回转的余地。可那些诗稿依旧和过去几十年里的无数次一样，石沉大海。在那场3人同行的漫游里，李白其实是一个人躲在喧嚣的背后，独自舔舐着溃烂的伤口。为了填补这巨大的失落感，离开洛阳后，李白的行为变得越发难以用常理揣度。他不再去各路权贵门前投递那些低声下气的求职信了，而是转身一头扎进了炼丹修道的迷雾深处。早年在安陆，他求仙问道只是一种接近权力的手段，可在被大唐的权力中心无情地拒之门外之后，此时的李白是真的开始痴迷于那些朱砂、千拱和虚无缥缈的羽化登仙了。他专程跑到齐州的紫极宫，煞有介事地接受了道教的受禄仪式，拿到了一张货真价实的道士凭证。这是一种深度的心理创伤后遗症。当现实世界里那条通往权力与报复的阶梯被硬生生斩断，他拒绝承认是自己的政治判断出了偏差，他只能在精神世界里为自己再搭一部通向云端的梯子。他大把大把地吞咽着含有剧毒的金属丹药，试图在铅中毒产生的生理幻觉中去构建那个他永远无法在现实中触碰的乌托邦。在此后漫长的11年流浪岁月中，李白的足迹
踏遍了名山大川。他用一种近乎自毁的方式挥霍着残存的生命。他写下的诗句越是瑰丽奇幻，他那具肉身在现实中就越是加速坠落。他试图用烈酒和丹药麻痹那颗依旧滚烫的心，一遍遍的自我催眠，告诉自己世间的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可这份刻进骨血的入世渴望，从来不会因为你穿上了一件道袍就能痊愈。它只是一颗休眠的活火山，静静地蛰伏在诗人的骨血深处。只要外界的温度稍微撩拨，只要给他一丝能重返政治舞台的错觉，他就会以一种更加暴烈、更加丧失理智的方式迎来最致命的喷发。公元755年的凛冬，一阵沉闷的战鼓声从范阳滚滚而来，震碎了长安城里华美的霓裳羽衣曲，也震碎了大唐100年的太平美梦。安史之乱爆发了，战乱的铁蹄将大半个帝国的繁华碾作血泥。当无数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哭喊着逃离战火、流离失所时，56岁的李白正一路从北方南逃至庐山。他躲在深山里，冷眼看着天下的乱局，脑海里盘旋的不只是黎民苍生的苦难，更有管仲、诸葛亮在乱世中建功立业的戏码。他固执地认为，过去的太平盛世不需要我，是因为没有我施展才华的空间。如今国家倾覆，这不正是上天为我搭建的最宏大的政治舞台吗？他坚信，只要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运筹帷幄的营帐，他就能谈笑间扫平叛军，挽狂澜于既倒。命运在这个时候给他递来了一枚淬着剧毒的筹码。公元756年末，唐玄宗的第16子永王李璘率领着庞大的水军顺江而下，驻扎在浔阳。永王是唐玄宗亲封的4道节度使、江陵大都督，最初手握玄宗授予的平叛授权，在江南一带声望极高。可彼时太子李亨已在05私自登基，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接连下诏令永王即刻归属。永王却拒不奉诏，执意率水军东巡。两兄弟之间的皇权内战早已一触即发。永王听说了李白在庐山隐居，便接连派人带着重金和礼信3次上山请他出山。对于一个56岁在体制门外徘徊了一辈子，受尽冷眼与嘲笑的边缘人来说，这3顾茅庐的礼遇简直是致命的诱惑。李白的眼睛红了，那是赌徒在输光了半生之后突然看到翻盘希望时的狂热。他毫不犹豫地收拾行囊，准备下山。他的妻子宗室死死地拉住他，那是一个在残酷现实中摸爬滚打过的清醒女人。她敏锐地嗅到了这场招募背后的血腥味，哭求他不要去趟这趟浑水，不要去拿全家老小的性命开玩笑。但李白决绝地转身，像一头老迈却依然渴望撕咬猎物的孤狼，一头扎进了永王的幕府。在永王的军营里，李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亢奋也最荒诞的几个月。他穿着戎装，站在江边的战船上，看着连营数百里的水军，以为自己真的成了掌握天下兴亡的军事幕僚。他接连写下了11首永王东巡歌。在诗里，他把永王比作平定叛乱的救世主，把自己比作即将荡平胡虏的谢安。可悲的是，大唐的政治绞肉机从来不看你的诗写得有多好。李白是一个旷世的天才，却对皇权博弈的残酷本质缺乏认知。他看不清玄宗与肃宗父子的权力割裂，看不懂肃宗与永王之间你死我活的皇位争夺。他自以为是在拯救大唐，可在05那个新登基的皇帝眼里，随着永王抗旨不遵、割据江南的行为坐实，他这个幕府文人就成了站错队的政治附庸，是叛军的帮凶，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仅仅几个月后，肃宗的平叛大军击溃了永王，李璘兵败被杀，他那支看似威武的水军瞬间灰飞烟灭，幻觉在这一刻碎得连渣都不剩。
前一秒还在战船上幻想着加官进爵、名垂青史的李白，下一秒就成了阶下囚，被披枷带锁的押进了浔阳的死牢。57岁的老人在阴冷潮湿的牢房里，透过狭小的铁窗看着外面冰冷的春雨。他的罪名是附逆、附和叛贼，在唐代的律法里，这是足以诛灭9族的死罪。他费尽一生心血，卑微求取了一辈子，只为了在大唐的史书上留下一个忠臣良相的名字。可到头来，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最恶毒的玩笑，要把他永远地钉在叛国贼的耻辱柱上。这场晚年的绝命豪赌，他不仅输光了仅存的颜面，还赔上了自己的清白与性命。求生欲在这个垂暮的老人身上爆发出最后的哀鸣。在浔阳的狱中，他放下了所有的骄傲，开始疯狂地写信求救。他给昔日的好友写，给曾经的宰相写，给驻扎在当地的将领写，给一切可能递得上话的官员写。那些文字比当年在安陆求职时还要凄厉，还要卑微。曾经那个高呼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谪仙，此刻正趴在沾满泥水的稻草上，战战兢兢地磕着头。那些沾染着血泪的求救信，终究还是在这座冷酷的帝国机器里激起了一丝微弱的回音。在多方救时的斡旋与奔走下，李白侥幸保住了一命，但活罪难逃。随后朝廷的流放诏书下达，长留夜郎。夜郎在遥远而瘴气弥漫的西南边陲，一个快60岁的老人拖着衰败的病体，踏上了这趟几乎注定有去无回的死亡之旅。沿江而上，巫峡的原题不再是年轻时的轻快，而变成了声声泣血的丧钟。但在漫长的流放途中，因为关中大旱，朝廷大赦天下，行至白帝城的李白意外等来了赦免的诏书。那一刻，他提笔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字面上看着轻快明亮，可若是拨开那层失而复得的狂喜，内里满是一个残烛老人的虚弱与惶恐。他自由了，但他也耗尽了最后的心气。重获自由的李白并未就此熄灭心中的报国之火。公元761年，60岁的他听闻太尉李光弼率军出征平叛，不顾年迈体衰，执意前往金陵投奔幕府，想要再为平定战乱尽一份力。可行至半路，便因重病缠身，不得不半途折返。这是他一生入世执念的最后一次释放，也是他与毕生理想的最终告别。大唐的政治舞台对这只伤痕累累的大鹏鸟永远地关上了大门。流离失所的晚年，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弃儿。62岁的李白病倒在当涂，今安徽马鞍山。此时的他行囊空空，连抓药的铜钱都凑不齐，只能投奔在当地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在一个凄冷的秋夜，江风穿透了破败的茅草屋，吹动着案头昏暗的烛火。李白强撑着病体，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人生的绝笔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这是他为自己唱响的挽歌。直到临死前的那一刻，他依然固执地自比大鹏。可是这只曾梦想着扶摇直上9万里，以为能将整个大唐盛世收入羽翼之下的巨鸟，中途折断了双翼，重重地摔碎在历史冰冷的岩石上。关于他的结局，民间不忍心看他如此凄凉，便编织了一个美丽的童话，说他是在采石矶的江面上，为了去捞水中的月亮，乘鲸归去了。但我们都知道，那只是一层盖在残酷现实上的浪漫锦被。真实的结局是一个耗尽了所有政治热望的凡人，在病痛、喘息与不甘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大唐的户籍黄册上依然没有他做过高官的记录，他至死都只是一介布衣。千百年后，我们记住了那个站在盛唐之巅的诗仙，记住了他斗酒诗百篇的潇洒，记住了他
不是权贵的傲骨。可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打碎那层被后人层层叠加的谪仙人神话，会看到一个满身伤痕的普通人。李白终其一生都是大唐最痛苦的边缘人，他的一生是一场盛大的悖论。他是名垂千古的诗仙，写下了无数流传千古的诗句，用笔墨惊艳了整个大唐，被后世敬仰了1000年。可他也是终其一生都被挡在权力门外最痛苦的边缘人。他一辈子都在清高与卑微之间反复拉扯，一辈子都在追求一份能施展抱负的工作，一辈子都在试图摆脱商贾之子的标签，可到头来却依旧是个被时代抛弃的局外人，依旧没有实现自己的毕生理想。我们羡慕他的狂放与洒脱，羡慕他的诗才与义气，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读懂他藏在诗里的痛苦与挣扎。他的狂放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洒脱，而是对现实的反抗，是对自己边缘人宿命的不甘。他的饮酒从来都不是沉迷享乐，而是对现实的逃避，是对自己求而不得的慰藉。他用一生的时间证明了才华终究难以冲破阶级的壁垒，证明了出身终究是他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枷锁，证明了一个边缘人想要在盛世之中实现自己的抱负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如今1000年过去，大唐的繁华早已烟消云散，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权贵，那些曾经排挤他的官员，都早已被历史遗忘。可李白的诗句依旧在世间流传，依旧被后人吟诵。我们读他的诗，读的是他的狂放与洒脱，读的是他的才华与义气，可更该读的是他藏在诗里的痛苦与挣扎，是他一生都在追求却终究未能实现的理想，是他作为一个边缘人最悲壮最动人的人生。或许李白到死都没有明白，他不需要通过仕途，不需要被朝堂认可，不需要摆脱边缘人的身份，就已经成为了不朽。他的诗，他的义气，他的挣扎，他的不甘，早已超越了时代，超越了阶级，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耀眼的光芒。而那个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正经身份的诗仙，终究以一个边缘人的姿态惊艳了1000年，也遗憾了1000年。今晚的深入历史就到这里。李白的故事或许会让你想起自己的挣扎与不甘，想起自己那些求而不得的理想。但请记得，就像李白一样，哪怕理想始终未能实现，那些曾经的努力与挣扎，那些曾经的热爱与执着，也终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如果你喜欢今晚的故事，欢迎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